因为最近有很多关于 iPhone 14的消息出来，很多人就问我说，是不是反而应该等 iPhone 15，而不是买 iPhone 14呢？好，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又来更新最近的一些新的苹果产品的消息后，对，我们今天又一样在户外来录影。上次有人说很喜欢听到外面的鸟叫声，有些人还是在美国。那也关于很多在美国的问题，有很多人想问我，那我会再另外做一支影片回答。那我们今天就专注在最近有一些新的苹果产品消息出来的这些新闻后。OK， 那你们如果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OK，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 AirPods Pro 第二代的这个消息。这个也是非常多人期待的一个耳机。那先前 AirPods 3代推出的时候，那很多人虽然很喜欢那样的设计，可是对于很多人而言呢，如果他们还是习惯使用降噪式耳机的话，那他们也是希望等到 AirPods Pro 第二代推出来之后再来购买。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流出来这个 AirPods Pro 第二代的这个整体设计上面呢，我们看到几个很有趣的地方。那首先在侧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可能是要放扣环还是放什么地方，有个金属的部分在那边。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最后会在最终版本上面看到，我们还不太确定。可是我觉得在底部的地方是比较有趣的。你在底部的地方会看到几个像是收音孔还是喇叭孔的东西在下面。那如果有长期追踪我频道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在去年我们在传输 AirPods 第三代的一些消息的时候，我们有拿到工厂打样的 AirPods 第三代的这个外壳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下面就是有一样的方位有打了这几个孔在上面。那当初厂商那边给我的消息是说，他们目前得到的这个资讯是说 AirPods 第三代下面会有一个喇叭孔。那我们当初的猜测就说，这可能是为了在你寻找你 AirPods 的时候更方便。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来讲，虽然说在 AirPods 上面有寻找的功能，可是当你真的开启的时候，你却非常难听到它的声音，因为它是从耳机的部分发出来的。那其实前几天的时候，我 AirPods 3就刚好掉在这个亲戚家里后，那我就是开启那个功能，那真的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帮助，在一个相对还算安静的环境下，我都非常难听到它的声音。那你能想象，如果今天这个 AirPods 是掉在咖啡厅啊、学校啊，或是外面的街道上面，很难有机会把它找回来。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猜想说，为什么下面多出这个喇叭孔，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原因。那在我们看到里面的设计，现在因为先前很多人传出来说，可能到 AirPods Pro 第二代的时候，他们会完全移除它的耳柄。现在目前看起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流出来的设计上面还是有它的耳柄存在。那如果这种时候你要保持相对类似的体积大小，那如果你在比如说，在它声音音质部分要有所进步的，那同时间要移除耳柄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能有点困难。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要保持更好的通话品质，以目前来讲，移除耳柄也不太确定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其实都有很多人分享，从 AirPods 一代、二代那个比较长耳柄的设计，到后来改到 AirPods Pro 啊，还有 AirPods 第三代这个比较短耳柄的设计，都有造成它的通话收音品质相对先前两代比起来有点退步哈。那这个当然我很少在外面很嘈杂或是风声很大的时候需要讲电话了。那这个就是有这种需求的人他们所分享出来的这个想法。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某些物理上的限制，不管是可能它的电池容量啊，或者是它可能收音品质等等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移除它的耳柄。那所以呢，如果你们是有在期待新一代 AirPods Pro 的人后，那我觉得可以等一下。那他们大致上猜想说，可能是在今年9月到12月之间应该会推出。那如果你手边的 AirPods 还堪用的话，就稍微再等一下咯。OK，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iPhone 14的这个消息后。那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关于 iPhone 14的这个应该算是比较确定的一些规格推出来。那有几个最大的点让很多人觉得说这一次的 iPhone 14并不太值得这一次去购买。那为什么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原因。那第一个最大的原因点就是在于它的充电孔上面。那很多人他们都猜想说，苹果即将要更改到 USB Type-C 的这个充电孔，因为不管是因为这个趋势而言，还是苹果自己本身的产品线而言，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多这一方面的改进。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多他们的充电孔改成 USB Type-C 了。那当然，我也认为说 iPhone 全面改到 USB Type-C 这个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欧盟的法律更改，他们说如果照目前的时程来看的话，那苹果在欧盟至少在那个地方所要发行的 iPhone， 应该在2023年的时候都要有全面换成 USB Type-C 的准备。那也因为这个原因，苹果也可能就是借着这个理由，把整体的 iPhone 在全世界所卖的 iPhone 都换成 USB Type-C。那对于很多在期待 USB Type-C 的人来讲，以我们目前知道今年的 iPhone 14系列应该都还是使用 Lightning 的情况下，那他们就觉得说应该再等一年，等到它真正换成 USB Type-C 的时候，再来更换到下一代的可能是 iPhone 15啊，或是不
管他们叫什么名字。那第二个大家觉得不应该这一次更换到 iPhone 14的点呢，就是在它的处理器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以目前的消息传出来 ，iPhone 14他们应该算是真的首次把14 Max， 然后14 Pro 跟14 Pro Max 这两个系列拆得非常开。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先前可能在前几代上面看到的，可能整体系列都是用一样处理器的地方，这次我们会首次看到。可能在14跟14 Max 上面用可能比较旧型的 A15 处理器。那关于这个讲法，我觉得虽然合理，可是先前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在 M2 的这个整体系列推出来之后，让我对这个讲法开始有一点点相信，因为我们知道 M2 相比 M1， 它并不算是真的一个新世代的处理器，它基本上还是比较像是一个 M1 的加强版，把它做得更大，然后增加它的功耗，然后增加它里面的核心数，就在不同的配备里面，然后因而去增进它的处理效能。那不管是苹果在命名上面的改变呢，或是可能真的把这两个系列拆开，一个还是真的使用旧型的 A15， 另外一个是使用 A16。这个目前这个点还不太确定，可是我们应该可以猜想到说，今年我们在这个处理器上面看到的进步会是非常有限的。那所以呢，在我以上刚刚讲的这个处理器的部分，不管是苹果会走哪个方向，都会让有一些人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应该真的在等下一个时代，等一个新世代处理器推出来之后，那可能 iPhone 15、iPhone 15 Max 上面我再来做更新。那下一点呢，也是目前刚传出来的一个消息，就是在它里面的电池容量部分。那以目前看起来呢，我觉得你可能看你比较想要买的是哪个系列或是哪一台。那以我本身而言，我买的都是 Pro Max 系列，因为我喜欢它有比较大的电池容量啊，还有比较大的萤幕。那在今年呢，目前传出来这个电池容量里面 ，Pro Max 还有14系列，我们就看到它的电池容量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一开始很多人担心，可是我去比对了一下，其实它相对13来讲。就以13 Pro Max 来讲，它其实缩小的幅度非常非常的有限。那除非你要担心的点是说，他们今年新的处理器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可能走很类似 M2 的那种路线，把它做稍微加大一点啊，增加它的核心数，增加它的功耗。那这种情况下，同样的电池容量来讲，或许我们在它续航力上面就会看到相对而言的退步。但反过来说呢，如果你要买的是可能14 Pro 啊，或者14 Max 这两支的话，那在14 Pro 来讲，当然我们看到它的电池容量相对先前一代都有比较大的进步。那14 Max 当然是一支全新的机种，那我们也不会有一个先前可以去比对的机种啦。可是至少在它电池容量上面，跟大家先前猜想说可能跟 Pro Max 会有一段距离来讲，目前看起来它的电池容量相对 Pro Max 可能还稍微多了这么一点点。那如果再像我们先前猜想的，14跟14 Max 它可能不会有这个 ProMotion 120Hz 的萤幕在上面。那这个可能整体使用起来，它的电池续航力会是最好的一支。那这样的定位呢，我觉得可能在跟14跟14 Max 上面相对先前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它的可能相机的规格没有旗舰的机种啊，还有萤幕的这个规格没有旗舰的机种好。那如果在电池续航力这一点呢，它相对可以满足大部分的人的需求来讲，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对针对想要买这一系列手机的人而言。电池续航力反而会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们可能不太在意一些周边的功能，对他们而言算是多余的。那他们比较希望手机就是可以撑久一点啊，在他们平常可能回讯息啊、讲电话、回复 email 的时候，不用去害怕它没有电。那所以电池续航力这部分，可能对今天想要买14 Max 的而言呢，看到这个电池容量可能会是一个蛮好的消息。OK， 好，那我个人而言呢，如果你们问我说会不会觉得说今年应该先不要买14，等15再出来。那其实我每年的建议大致上都不会差太多，因为真的很老实讲，我相信很多观众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手上可能都还是使用不管是 iPhone 10啊、iPhone 11啊、iPhone 12什么等等的手机。那我觉得是这一系列的手机，如果你手机没有任何电池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花很多钱维修的问题，我都是建议持续使用到它不能用的那一天为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划算的使用手机的方式。不要因为每年好像苹果推出一个新的手机啊，然后可能大去行销它的什么很炫的相机功能什么等等，然后你就因为这样会想去购买。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态，我自己也会有。像这次 M2 的机器出来，我也会想购买，我觉得说哇好酷，我是一个新的处理器。可是你大概等个几天，然后慢慢冷静下来，你就发现说，去想想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那同理，当然在 iPhone 上面也是一样啦。我会每一年买新手机，就是因为我要做评测而已。那其实我先前在我没有做频道之前，我也是大概2年、3年甚至4年才换一次手机后，那通常就是等到它真的不太能用的时候才会去更换它。那我建议啦，真的就是不要去看太多什么 USB Type C 啊，或者什么什么等等的规格，就是真的等你需要换手机的时候再来去考虑更换，这样就好。OK。好，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要喜欢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有蚊子，在户外就是会有蚊子。
这是飞机吗？